海贼王中那些奇奇怪怪的萌宠，在海贼王里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动物，所以一些海贼团里或者一些人身边都养了一些很可爱的宠物。青雉和他的企鹅骆驼。离任海军大将的青雉找了一只大企鹅一起旅行，这只名叫骆驼的企鹅和冰冻果实的青雉自然很合得来，而且都有随时随地睡觉的习惯。虽然这只企鹅背着一个大背包看起来很可爱，但尾田半开玩笑地说他内心是冷血硬派作风，看来他还是个有点东西很厉害的企鹅。战国和他的山羊。这只羊看起来特别可爱，而且每次登场都是在一旁乖乖的吃废纸。不过山羊本来就喜欢吃纸，所以战国就干脆把它当碎纸机用了，就有了这么个调侃：这只羊其实是一台吃了洋洋果实的碎纸机。除了这只羊，战国2年前帽子上经常站着一只海鸥，2年后身边又多了一只大猩猩。海军动物园老园长实至名归。文斯莫克家族和他家的猫。文斯莫克皇家座驾的拉车工是一只大猫咪，也穿带有吉尔玛66标志性的面罩和装扮，加上和善喜庆的长相和肉肉的身材，看起来非常讨人喜欢。佩罗娜和他的布偶熊库马西。别看佩罗娜平时对库马西吆五喝六，非常苛刻，不让他随便说话。不过佩罗娜把库马西看得非常重要，没有库马西的陪伴，佩罗娜只好将索隆包成库马西的样子，强迫他陪自己玩。2年后送索隆回香波地，顺道把库马西捡了回来。虽然没有了影子赋予他生命，但此后也是一直抱在身边。奇蒙妮和他的兔子昆贝。奇蒙妮称昆贝是只猫，但其实是一只兔子。奇蒙妮和昆贝形影不离，他俩的行为举动有时候也特别的像。科尼斯和他的云狐思思。这只云狐具有丰富的肢体语言和模仿天赋，当时就模仿过山治乌索普，给柯尼斯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当然柯尼斯和他的宠物也是够有默契了，居然可以轻松意会思思想说什么。陆琪和他的鸽子哈德利。在水之都当卧底期间，鸽子哈德利一直在他肩上比划，还能代替陆琪传话。不过这个就是陆琪的腹语，因为陆琪张口说话后，这鸽子好像再也没说过话。陆琪还会根据自己的身份给鸽子换上不同的装扮。船工时期是打了一个红领带，摊牌身份后是黑领带和大衣， CP0 时期就是白礼帽一袭白衣。冰山市长和他的仓鼠霸王龙。这只仓鼠是在草帽团来到水之都的时候，冰山刚刚捡到的一只，而且当场取了一个很霸气的名字，叫霸王龙。2年后这只小白鼠还在呢，看到弗兰奇的悬赏令后，看样子非常开心。白星公主和她的鲨鱼梅卡罗。这条鲨鱼身穿帕帕古的犯人牌衣服，一直是白星困在闺房时的倾诉对象。虽然它是只体型巨大的鲨鱼，但其实性格很温柔，也很沙雕。把那么大一只的白星公主塞在嘴里，想笑不能笑，想打喷嚏打不出来，又不想咬到白星，所以还只能小心翼翼，硬是憋到了极限，可把她给折腾得够呛。薇薇公主和她的卡鲁亚。薇薇小时候，卡鲁亚就是她的玩伴和坐骑，因为经常跑长途，脖子上挂着一个水壶，兑饮料什么的来者不拒，一次喝到饱。遇到草帽团后，经常被路飞乌索普捉弄，但即便危机重重，身负重伤，也要护送薇薇公主到达目的地。路飞和他的功夫海牛。他们是路飞在阿拉巴斯坦的意外收获。当时功夫海牛拜师路飞，2年后在原创剧情中，其中一只和路飞重逢，还学会了武装色霸气，并在胸前模仿师傅的叉叉八，还组建了海兽海贼团，追随师傅的步伐。女帝和她的蛇萨洛梅。这条无毒蟒蛇有着呆萌的长相，除了是女帝的专用座椅和靠垫外，平时也是跟女帝如影随形。萨洛梅还有很强的追踪能力，顶上战争后很快就追上了罗的潜艇，倒是把贝波给吓了一跳。路飞的储备粮乔巴。虽然乔巴真的不能算宠物，毕竟人送外号一拳一个的乔胡子，但奈何海军似乎至今还没搞清楚这只狸猫的来头。最开始海军就把乔巴定义成爱吃棉花糖的宠物托尼托尼乔巴，悬赏50贝利。尽管乔巴之后屡次证明自己不是狸猫，不是宠物，而是勇敢的海贼，但却一直被人当成狸猫，赏金也一直是宠物级别。罗的航海士贝波，赏金500贝利。乔巴的难兄难弟贝波，身为航海士心脏海贼团的2号人物，怎么说也不至于才值5份报纸的价钱。恐怕海军那边又是根据贝波人畜无害的憨厚长相，也把他给当成宠物了。可以看到，这些宠物除了是可爱的宠物，大多还都有各自其他的特长，有的会功夫，有的会模仿，有的跑得快，有的很沙雕。主要是在路飞的眼里，他们还都可以是储备粮。乌索普用奇特发明帮助伙伴们。大神给伙伴们发明过很多东西，代表作就是娜美的天后棒。虽然刚开始把娜美给坑麻了，不过从阿拉巴斯坦时期天后棒 1.0， 司法岛时期天后棒 2.0， 佐乌时期天后棒 4.0， 这3个版本乌索普都参与了，
越来越智能的天后棒少不了乌索普的帮助，只是乌索普一跟娜美要辛苦费，娜美就溜了溜了。此外，再加上娜美的灵活运用和弗兰奇的协助改造，现在融合了宙斯的天后棒 5.0， 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而成熟的武器了。与弗兰奇的发明风格不一路，乌索普虽不是科班出身，但靠着自己古灵精怪的脑回路，往往会搞出看起来扯淡，但关键时刻还真有用的小玩意儿。乌索普铁锤分为5吨版、10吨版、100吨版。5吨版是俩平底锅，能折叠的金属支架，若干黑色胶布，就是纸糊的吓人道具，真实重量2公斤。10吨版的外面是个大气球，接触敌人的时候将气球刺破，达到惊吓效果。这东西也帮了他自己和伙伴的大忙，曾经吓懵逼过 Mist 4，乌索普都难以置信这玩意儿不会真的有用吧。其实主要是 Mist 4除了打棒球外，对其他事情反应异常迟钝而已。在让3大主力都吃瘪的佩罗娜面前，乌索普用蟑螂星和10吨铁锤将其吓晕，搞定了这个非常 bug 的萝莉。对付 bug 就要用不同寻常的鬼点子，这一点乌索普深有体会。乌索普潜水服上空岛之前，草帽一伙打捞沉船的时候，乌索普就地取材制作了潜水服，看起来很简陋，不过密封性、空气供给管、传声筒、回收装置什么的都是一应俱全，可见即使材料有限，也难不倒乌索普。乌索普名字的由来是很多人在荡绳子的时候会出现反祖式怪叫。这是一个会弹出伸缩钩爪的腰带，可以用它来实现远距离移动，空岛篇中使用过，和路飞的橡胶弹弓差不多。虽然平平无奇，但在乌索普的手中成了绝境神器，在乌索普和山治爬上艾尼路的方舟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人成功救下娜美，才有了后来娜美带路飞去打艾尼路的操作。之后乌索普再次用这个道具救下了山治，之后乌索普换来很多空岛背后，还要把索隆的刀改造成味觉之刀，就是可以储存释放各种气味的刀，听起来挺奇葩，不过索隆当然没有答应。乌索普章鱼鞋拥有较强吸附力的攀爬工具，爬艾尼路方舟时使用过，然后就是在海上列车上救罗宾，利用章鱼鞋偷偷潜入了关押罗宾的车厢里。乌索普伙伴头像，冰火岛时期，山治、娜美、乔巴、弗兰奇被罗给换了身体，乌索普给伙伴们临时制作了 Q 版头像牌，用于区分。僵尸浇花器，罗宾喜欢养花，乌索普送给罗宾这样一个僵尸水壶，非常贴心的迎合了罗宾奇特的审美，反正是收获了罗宾的喜爱和赞美。但凡浇花的场景，罗宾都在用它，可以说是爱不释手了。乌索普吓死你不偿命鬼脸，根据砂糖的热点，与勘十郎合作研发的实体表情包，通过推进装置和关键时刻觉醒的见闻色，将其送至砂糖面前，再次将砂糖吓晕，挽救了路飞和罗，也改变了之后的战场局势。不愧是绝境之神，萝莉杀手。乌索普啥都会一点，而且往往出其不意，即使用一些奇思妙想，也能够在绝境中帮助伙伴完成华丽的逆转。海贼王中那些多少有点恶趣味的人，首先推进城里有一个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狱卒长，那就是小萨蒂，他手下掌管着几只蠢萌又凶残的狱卒兽，当然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至于小萨蒂有什么爱好，从他装扮上就一目了然，穿着一身桃红色火蜡皮衣，浓密卷曲的金发，刘海遮住眼睛，双耳的耳坠是燃烧的蜡烛形状，非常喜欢用皮鞭抽打别人，对别人的惨叫和尖叫反应极大，还会经常露出一些情不自禁的表情。小萨蒂虽然是在推进城工作，但不管怎么看，这个抖 S 女王都更像是从不正经的监狱里乱入进来的。后来在推进城4层出口处对战小伊万，这两个最具恶趣味的人相遇了，只不过小萨蒂完全不是伊万的对手，被打败后，小萨蒂还被用特殊的方式绑着吊了起来。萨蒂酱向署长麦哲伦抱怨求助，场面一度非常的尴尬。萨蒂ちゃん、一体どうしたんだ？オカマコフに、やられちゃったのよ。屈辱的。捨てなきゃ生きてる意味がないのに。下ろしてやれ。俺は先を急ぐ。はい、すぐに。在2年后的扉页中，他在那里照镜子，准备见自己的心上人。据说小萨蒂爱上了新任的副署长，而他爱上的这位副署长正是大事件之后甘愿降职的麦哲伦。只是麦哲伦嘛，似乎一直把小萨蒂当同事看待而已。然后是小伊万的恶趣味属性，通过荷尔蒙果实能力，可以对任何人完成性别的自由转换，完事儿还会让人欣赏自己性转后的样子。这一招也随时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变成女性后的小伊万，至少身材比例正常了很多，当时也是短暂安抚了一下情绪震荡的山治。但山治早有心理准备，毕竟之前的一些反转给山治留下了终身的心理阴影，而这一次也让山治彻底对这里绝望。小伊万身上还有奇奇怪怪且非常沙雕的技能，他的那种厚到可以接下来当盾牌用的浓妆面具，虽然很奇葩，可防御力惊人，不仅可以抵挡麦哲伦的毒液，还缓冲了赤犬的一拳。
还有颜面成长荷尔蒙。通常来说，男人版的小伊万是头和身子一样长的2头身的比例，用了这一招就是负的8头身比例。除了头重脚轻、行动不便之外，倒是可以增加一些攻击力的 buff， 还可以拓宽一些视野，危急关头也可以藏很多人在上面。弗兰奇的恶趣味属性，改造自己这种事儿似乎会上瘾，正如弗兰奇在终极变态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其他的还好，就是弗兰奇有3个技能非常的生糙，一个是弗兰奇人马，然而这和那种飘逸的人马大相径庭，这是一匹前后颠倒的人马，除了有4条腿可以锁住敌人，本身的槽点好像比作用更多。第二个是弗兰奇在胸前部位改造了2个灯，除了在黑暗中照明使用，也可以发光来吸引虫子，从而将其一举歼灭。在和塞尼奥尔的战斗中使用过加强版的，具体威力不明，但疑似可以用作闪光弹。第三个风来喷射，从弗兰奇屁股里发射的低配风来炮，据某知情人士反馈，这属于是有点可乐味的屁，本质上那还是屁，一般用于让自己飞跃和高速移动，也可以用来崩人或者东西。另外在 SBS 中，弗兰奇50岁和70岁的样子有2个版本，其中在出现意外的未来中，50岁的弗兰奇已经彻底成了机器人，70岁的弗兰奇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类乃至人的范畴，而是变态成了一艘战舰。但感觉照现在这个趋势，这个版本才是弗兰奇正常的未来。CP7 拉面拳法旺泽的恶趣味，他的攻击招式几乎都是依靠拉面，然而他做拉面的方式主要是靠嘴和鼻子，先将面粉倒进嘴里，然后用鼻子醒出来满满一大碗，当时还自信满满的给山治他们品尝，这玩意儿纯属是黑暗料理了，肯定还夹带什么私货。在扉页故事中，青雉在旺泽那里吃拉面，估计也是看到他怎么做的了，假装不小心把面都给冻住了，毕竟实在很难下嘴。罗宾的恶趣味属性，相较于前4个，罗宾也仅仅只是性格上腹黑一些而已，完全是被路飞他们给解放天性了。像抓弗兰奇把黏糊糊的天然树枝往乌索普裤子上抹，一本正经的说出很可怕的话，这些操作放在文艺女神罗宾身上，反而是一种很有趣的反差。但最不能让人理解的是，和之国罗宾本来好好的，然而却形象尽毁，留下了不忍直视的画面。尾田的恶趣味魔爪终究还是伸向了罗宾，不能接受，这完全不能接受。路飞的恶趣味，单纯又贪玩的路飞常常无意间做出一些奇葩举动，比如把警卫们的下半身粘在自己身上，模仿半人马，结果被罗宾吐槽恶趣味。这还真不容易，常常都是弗兰奇才会被罗宾吐槽。不过就路飞的欢乐天性，干出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事情也都不足为奇了。海贼王中的8个强大家族，首先是自身实力和人脉很强的蒙奇蒂家族，卡普、龙、路飞这3个人虽然横跨海军、海贼、革命军3个势力，但同样讨厌天龙人，最后祖孙3人联手对抗天龙人也不是没有可能。这3个人不仅在各自的圈子里是扛把子的存在，所关联的人脉更是非常广。海军英雄卡普在海军里虽说不至于是说话都有人听他的地步，但至少威望很高。不管是年夜饭的梗，还是路飞结婚的玩笑，反正海军本部每次就剩赤犬1人就对了。赤犬不开心可以去搜啊。龙的革命军有参谋总长萨博，另外还有东军贝洛贝蒂、西军莫里、南军林德伯格、北军乌鸦、伟大航路军小伊万5大军队长。革命军分布在世界各地，人数应该也不会少。路飞除了有大船团外，友军可以说也是遍布世界，上到万米空岛，下到万米鱼人岛，沙漠之国阿拉巴斯坦，热情王国德雷斯罗萨，喷泉之下的水之都，瀑布之上的河之国都稳稳拿捏。前后11个七武海里，至少有一半是跟路飞这个八武海沾亲带故的。四皇红发是他的引路人，海贼王右腕是他的师傅。凯撒当时拿凯多和明哥跟路飞比背景，格局小了。第二，原四皇之一的白胡子海贼团，白胡子喜欢到处收儿子，除了没有血缘关系，本质上和家族没什么两样。白团不仅有众多有实力的队长们，麾下的43个新世界海贼团一出来也是够有气势。虽然白团在顶上战争损失惨重，但一个黄团就敢单刷整个海军的顶配阵容，还是非常值得 respect 的。第三，梦想要收集到所有种族的夏洛特家族，也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这么一个海贼团。四皇大妈有43个丈夫，39个女儿，46个儿子，把自己从一个窈窕淑女生成了一个油腻大妈。虽然大妈的家族是四皇团级别，但跟蒙奇蒂家族比起来还是不够看。所以当时有一个梗，说山治担心大妈威胁路飞的家人，其实路飞想说，你回来做你的饭就行，社会上的事儿你少打听，我什么背景水之都不知道了吗？第四，800年前就创造了历史正文的十公一族光月家族，光月家的代表人物光月玉田和光月家臣赤鞘九侠。光月玉田和白胡子罗杰这俩传奇海贼堪比拜把子兄弟，玉田也是罗杰成王路上的功臣。此外，光月家族和毛皮族也有深厚的感情和渊源。第五，侧重于地下世界生意，黑白两道通吃，维系统治的堂吉诃德家族。除了卧底在这儿的弟弟克拉松外，其他人和明哥也没有血缘关系。以明哥为首，他们进行人口买卖、人造及其他恶魔果实、军火武器等生意，客户可以说是遍布世界。世界政府、凯多、大蛇、其他国家和海贼均有涉及。慈善家明哥喜欢把可怜孩子捡回来培养成干部，
比如德林杰、巴法罗、Baby Five、莫奈、砂糖和早早脱身的罗，年轻的这些全部都是。第六，注重科技改变生活、变异逆转人生的文斯莫克家族。很早之前，文斯莫克家族统治的吉尔玛王国在北海属于第一强国。后来，民歌的堂吉诃德家族早期也在北海起家，势力不断扩张。文斯莫克家族被卷得有些招架不住，退出北海。加治曾经和贝加庞克、奎因是同事，后将血统因子技术用于改造自己的子女和军队身上。蛋糕岛篇，加治想借助和四皇大妈联姻，让吉尔玛重振雄风，统一北海。蛋糕岛事件之前，吉尔玛也属于世界政府加盟国之一，而且加治的话语权还不小，可以让世界政府把山治的悬赏令改成只许活捉。第七，青椒家族。青椒30年前赏金已经达到了5亿4200万贝利，还拥有3色霸气，也属于上个时代的大海贼。在德岛，老蔡觉醒了祖传力量，继承了八宝水军栋梁之位，后成为草帽大船团的3号船船长。不过，除了八宝水军，还有2宝水军等这种编号的兄弟团，一言不合就请水军。青椒家族的弟兄也不少。第八，出过著名断刀匠和斩龙武士的双月家族。双月家族和光月家族齐名，而且世世代代都是一个强大的剑士家族。索隆手上的河道一文字和研磨均出自双月耕三郎之手，而且索隆身上总是能看到龙马和牛丸的影子。不过尾田否认了双月牛丸是索隆他爹，可能真的只是宿命论吧。如果真的有血缘关系，草帽3大主力的背景可谓是个个显赫，在血统论上越陷越深。海贼王中那些刚开始看起来坏，内心却很可爱的人，所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海贼王中很多人登场之初都不像是善茬，却有一种越往后越让人喜欢他的魅力。第一，巴托洛米奥。巴托在德雷斯罗萨竞技场登场的时候，刚开始就一副吊儿郎当、不屑一顾的神态。当时介绍他的时候，说他是残忍无比的疯子新人，将众多海贼穿成肉串，拍成视频传播，是最想让其消失的海贼 No.1， 而且扬言要抢到烧烧果实献给某一个人，很像是中了邪的反派作风。主要是他对路飞草帽团超级感兴趣，这就感觉这个混混肯定有点什么想法。结果巴托是路飞他们的一个超级小迷弟，别人骂他可以，骂他偶像不行，谁敢侮辱他偶像们，他就弄死谁。当巴托遇到路飞的时候，那状态和之前简直是天壤之别，甚至有着比女帝还夸张的美颜滤镜。靠着给乡下奶奶打电话咨询，不带航海士进入伟大航路来追星，还进了新世界，甚至连自己的船都是满满的草帽团元素。最后如愿得到了偶像们的签名，还当了大船团2号船船长，可把他高兴坏了。第二，弗兰奇。弗兰奇刚登场的时候实在是太坏了，不仅偷了路飞他们维修梅利号的钱，还暴打了乌索普，一直要找路飞麻烦，怎么看也都是蛮横不讲理。但弗兰奇却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的大老爷们儿，他被乌索普坚守一艘无法修复的船的情谊所感动。弗兰奇去强拆梅利号，也是想让乌索普看清现实，意思是梅利自己也不希望载着他们一起沉入大海。乌索普说出自己其实已经知道梅利号无法继续远航后，弗兰奇不能理解，但大受震撼。后来弗兰奇得知罗宾是为了救伙伴们才牺牲自我，伙伴们又决定冒死营救，弗兰奇再次被感动，决定帮助草帽团营救罗宾。事后弗兰奇坚定了寄托，将那2亿买的宝舒亚当造出了桑尼号，自己后来也加入了草帽团担任逗逼船工一职。第三，银狐福克西。屁股头说不上是正人君子，他通过3枚硬币的游戏抢夺别人船员，主要是他经常在游戏中作弊，经常耍小聪明。不过他也不算那种纯坏，还自带消极幽灵属性，是一个别人一骂他就无比愧疚和抑郁的沙雕。而且他的船员都很拥戴他，对待伙伴这一块，屁股头应该是没得说。他的船员也很可爱，波奇特别喜欢乔巴，一直想抱乔巴。屁股头身上算得上一个优点的是，他最起码愿赌服输。输给路飞后，屁股头让路飞挑选船员，只是路飞选择了要他的海贼旗，并给他们画了一面新的海贼旗。虽然一言难尽，不过他这面旗帜到现在都没换。罗宾很少夸别人有趣，福克西是其中之一。路飞很少说别人傻，福克西也是其中之一。两人虽然还是敌对关系，但是两人倒是挺喜欢和彼此一起玩游戏的。第五，塞尼奥尔。塞尼奥尔身穿婴儿服，身边围着好几个女人。虽然年轻时西装革履还有些帅，但如今这副打扮开始给人的印象就觉得这变态不会又是个沙雕吧。后来得知塞尼奥尔不仅不是变态渣男，反而是个有故事的人。根据真人真事儿作为原型，塞尼奥尔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植物人妻子，不得不让人敬佩。第六，阿金。当时快饿死的阿金吃下了山治给的炒饭，真怕阿金吃饱了翻脸不认人。结果阿金真的把他老大克里克也叫来了。克里克吃饱后，海上餐厅一度迎来灭顶之灾。也看得出来，阿金绑架哲普老板对山治动手也是迫不得已，他不想伤害任何人。当克里克释放毒气后，阿金义无反顾地将防毒面罩给了恩人山治。阿金的人格魅力彻底升华了，留下了伟大航路再见吧的约定，让人不得不将他铭记于心。还有巴基、三哥这样的，他们压根儿就不想当什么正义凛然的好人，看起来跟那也不沾边，但他们做的事情毕竟没有多么伤天害理。如果一码归一码，他们都有自己的可爱之处，最起码在某些事情上还总是能让人刮目相看的。
推进城1到6层的著名囚犯。深海大监狱位于伟大航路前半段的无风带上，与司法岛和原海军本部构成一个三角闭环。然而，这座被称为戒备森严、固若金汤的堡垒早已屡次蒙羞，原因是这里面堪称是人才济济，一旦有意外造反和越狱，有时候很难对这些身怀绝技的人进行镇压。海上1层，这里没有关押囚犯，除了外围有驻扎的守军和军舰，主要是在这里进行一些入狱前的准备工作，比如对囚犯进行100度沸水的冲洗。即便如此，像老沙、慎平、艾斯这些人接受冲凉洗礼时，眉头都不皱一下。官员或者特殊人员需要在这里检查身上的物品。接下来，在海平面之下的部分才是真正的地狱。第1层红莲地狱，关在这里的罪犯罪行相对较轻，但推进城这种排面的监狱，也不是谁都能拎包入住的，入住门槛也是1000万赏金起步。这里有我们的老熟人巴基，巴基大神只住在了第1层，而且还没有被赐一副海楼石手铐，因为当时巴基稀里糊涂挖到了人家海军的秘密基地，被抓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懵逼，并没有展示能力，海军不知道他是能力者，单纯根据他1500万赏金的标准就普通对待了。结果就是以巴基的能力，单说卸掉手铐走出牢房的话，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第2层猛兽地狱，上一层的野怪只有蓝猩猩，而这一层有着鸡蛇、人面狮、毒蝎子、斯芬克斯猛兽全袭。蜡烛男三哥赏金2400万被关在这一层，他的越狱能力不输巴基。不幸的是，三哥被赐了一副海楼石手铐。幸运的是，路飞、巴基大闹第2层，还破坏了这层的监控室，巴基得以拿到钥匙开锁放人，三哥因此重获自由。另外，曾经被抓到推进城的阿龙，虽然没有明说他被关在哪一层，以阿龙2000万赏金的水准，最多应该不超过 level 2。第3层饥饿地狱，这一层几乎都是过了5000万赏金的凶恶海贼。除了精神折磨，由下层灼热地狱冒上来的热气，把这里烤得闷热无比，加上断水断食，简直生不如死。起初3200万赏金的小冯就被关在这一层，虽然赏金没有达到5000万的门槛，但有些海贼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重点关照。在囚犯们半死不活的情况下，活泼乐观的小冯在牢房里唱歌跳舞，吸引来了巴基和三哥，小冯得以出狱。在路飞和斯芬克斯打斗时，小冯出手相助，还模仿索隆逗路飞开心了一下。路飞说，虽然不是真的索隆，但看到小冯你还活着，还是很开心啊。之后两人开启了绝世友情之旅。第4层灼热地狱，这一层中间是沸腾的血池，到处是燃烧的火海。路飞4人组初来乍到，如同热锅上的蚂蚁。3和4这2层还出没有能仰卧起坐的动物系果实觉醒的玉足兽。在汉尼拔的回忆里，一个赏金5000万的女海贼密斯奥利布28岁时被海军抓捕，当时试图用美色诱惑汉尼拔，从而越狱，但被麦哲伦制止，关押在此，至今生死不详。赏金7500万的 Mr. One 达兹波尼斯也被关在这一层。对于如此恶劣的环境， Mr. One 反而相当淡定。后来路飞小队从下往上返回时， Mr. One 作为老沙的得力助手被老沙带走。第5层极寒地狱，这里关押的都是赏金过亿的海贼，比冰库还要低温的环境，和上一层堪称是冰火两重天。极寒地狱的森林里饲养了大量凶残的军狼，路飞在和麦哲伦的 PK 中败下阵来，被麦哲伦关在这一层，但很快就被小冯救出。路飞当时有个身材庞大的狱友奇诺可，或者叫蘑菇，实力应该不俗，周围的人都把他当老大。救出路飞后，小冯将监狱钥匙留下，这帮人最后也成功越狱。奇诺可也跟随大部队参加了顶上战争。现任革命军西军队长的莫里100年前也是被关进过推进城，应该就是被关在这一层，但他利用果实能力挖出一条隧道，秘密越狱成功了。小伊万曾经也被关在极寒地狱，后来从监狱神秘失踪。实际上小伊万是来到了伙伴莫里挖的隧道里，和自己的部下闪电创造了极为特殊的地下5.5层人妖乐园。在前5层都有通往这里的秘密入口，很多犯人会偶然进入。在外面，这种神秘失踪事件被称为鬼拉秀或者魔鬼的邀请。另外，小冯也没有死，目前是接替了小伊万，成了5.5层的新主人，生活得很快乐。第6层无限地狱，这层的囚犯和前面几层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很多都是足以震荡大海格局的人，实力强，赏金高，杀人如麻，掌握着关键情报，至少是要占其中一样。海贼王罗杰，他自首后便被关押在此。对罗杰来说，他要想跑，关在哪里都一样，但是他是自首的，所以关在哪里都一样。之后将未出世的孩子托付给亦敌友的卡普，然后是2年前赏金已经达到5.5亿的艾斯，只是当时路飞晚了一步，早先艾斯已经被送往海军本部了。然后七武海都有资格被关到这一层，老沙慎平最先体验。后面明哥进来了，不仅是住大单间，还绑得结结实实的。由于明哥知道世界政府的一些秘密，所以由麦哲伦亲自看守，防止一些杀手来灭明哥的口。黑胡子的部下有一半来自这里，原推进城看守长现黑团2号船长宇智溪流，因乱杀囚犯被麦哲伦关押在此，后因麦哲伦镇压逃犯急需人手将其放出，结果溪流反水。其他的黑团4号船长恶政王，6号船长卡特琳娜戴鹏，7号船长圣胡安恶狼，8号船长大久乔特，都是各自牢房里的胜利者。
虽然顶上战争中哥几个被战国一掌拍得吐血，但能从第6层里面厮杀出来，真实实力可想而知并不弱。当然还有一个连黑胡子都不敢收的道格拉斯·巴雷特，也是趁这个机会逃了出来。因此推进城 Level 6也被称为剧场版 BOSS 供货商。曾经和罗杰、白胡子齐名的金狮子，当年自断双腿从这越狱，被称为推进城第一个越狱者。说起来，挖地道的莫里其实比金狮子越狱早得多。剧场版 3D2Y 里的世界破坏王邦迪瓦尔德，游戏中的角色红伯爵和巴雷特一样，也是黑胡子放人的时候趁乱从这里逃出。伊巴东博，一个脸上有叉8、戴着耳环、纹有刺青的光头狠人，也在第6层。看样子他是他那一片的老大，目前情况不明。另外，原 CP9 特工现凌空六子福斯福也是有推进城越狱犯的背景，但被关在第几层没明说。因涉及到橡胶果实信息和政府情报，层数应该不会低。还有酷爱极限运动的凯多，光死刑就被判了40次，不知道是不是推进城的常客。顶上战争前那一波越狱，一共逃出去大大小小的囚犯250名左右，其中也不乏 BOSS 级别。只不过在未来的各种剧场版里，那些人可能一如既往的会被路飞拖进自己的剧场版里一顿暴打。曾经的逃兵王，未来的海军大将科比，海贼王里也不乏有梦想是去当海军的人，比如少年德雷克、赤犬、泽法等等。再就是科比，科比加入海军后，很快也遇到了一个满级号，成了卡普的徒弟。卡普也看出了科比的信念，毕竟科比最开始也是立了一个和路飞差不多的 flag， 那就是成为海军大将的男人。卡普想让自己儿孙继承衣钵是没谱了，不过喜提别人家的孩子，未来的海军王科比也算是意志的传承。起初科比在外表上的成长属实是惊艳，到水之都那会儿，剧情中也就2月，不仅从一个打杂的升为了曹长，也就是上士，连升6级，还长高了变帅了。从笨手笨脚到熟练用出 T， 从胆小鬼到敢单挑刚刚战胜 CP9 的路飞。但是一顿操作下来，路飞用绝对实力表示，哟，哪里来的这么拉的小鬼，半吊子体术就敢上，随后轻松把科比给放倒了。其实刚开始路飞、索隆根本就没认出来这人是科比，科比也意识到了和路飞的差距。不过科比和其他海军还不一样，路飞可是科比的恩人，也算是科比的引路人。虽说未来海贼王居然帮未来海军大将坚定了梦想这件事儿，确实挺奇葩的，但也确实如此。路飞有着天花板级别的格局，所以心怀感恩和梦想的科比，当时因为再次遇到了路飞、索隆，高兴到热泪盈眶，并在这里再次坚定了自己要成为海军大将的梦想。路飞也和科比约定，未来如果想和我战斗，那要当上大将才行。不久之后，到了顶上战争，科比、贝鲁梅博两个憨憨，刚开始打算当逃兵，看到赤犬处理了一个逃兵后才作罢。之后科比稍微有了点思想觉悟，在战场上再次遇到路飞，但不出意外，被着急救艾斯的路飞一拳怼脸给打蒙圈了。虽然科比全场酱油，但他最后时刻意外觉醒了潜力很大的见闻色霸气。当时科比不仅能洞悉到战场的每一个角落，还能感受到大范围恐怖和死亡的气氛，知道队友们一个个倒下。这种对周围环境极其敏感的见闻色，倒是有点像后来大将藤虎的那种，能感知某种声音、情绪和氛围。然后科比就挡在了杀红眼的赤犬面前，让赤犬停战。年纪轻轻就受到了面子王红发的口头表扬。有了面子光环，科比2年后才是真正的开挂时刻。在2年期间，罗策划了洛基港事件，引诱大批海贼去洛基港，然后收割心脏，交给海军，成为了七武海。在海贼闹事的时候，科比在这里保护了平民百姓，因此成了海军新英雄。再次登场就是世界会议篇，科比已经是大佐，也就是上校了。对比最开始是一共升了13级，这光环烟鬼感受到了尾田深深的恶意。当时科比、贝鲁梅博从一伙海贼手里救出了一个国家的公主，还保护了利库王他们的船只。身为一个上校，水下追鱼雷，徒手抓鱼雷，这个应该是机操物六，主要是科比的见闻色。那会儿海军的船离国王的船队还比较远，再加上鱼雷在水下，那种气息实在是微乎其微，但科比就可以瞬间感受到，并及时化解危机。体术方面，剧场版里比较多，科比展示过 T、跃步和蓝脚。CP9 之后，6式体术学武器一，现在已经是一种共识。反正科比千万不要去学铁块就对了。再就是由卡普来教科比体术，另外那5式肯定没问题，只能是越来越强，越来越熟练。科比的武装色霸气倒是没有太多展示过，不过剧场版里感觉强度并不弱。2年前科比差点意思，2年后在科比身上倒是能看到海军后起之秀的影子了。但现在看起来，科比和路飞和海军大将还是有很大的实力差距。七武海制度被废除后，现在科比去亚马逊百合那边去赌女帝了。海贼王的主角必定是海贼，所以科比的海军王只能被无限压缩，每隔1-2个篇章才会出来一次，但每次登场确实都是一次大蜕变。所以路飞、科比也是互为一面镜子吧，两人为各自海贼王和海军王的梦想而各自努力着。草帽一伙最像海贼的时候，草帽团一路上可以说是做尽了好事儿。这种非主流海贼团终究是极少数，但是呢，因为环境所迫，他们有时候也会一反常态，成为真正的海贼。第一，恶风的3个刽子手。
坐标阿拉巴斯坦，从慈古岛到阿拉巴斯坦海域经历了5天的航行。期间，路飞把提前分配好的食物串通乌索普、乔巴、卡鲁亚全给偷吃了，包括鱼饵。也是这个时候，三智想买一个带锁的冰箱，不过一只海猫的突然出现，激发了3大主力的杀心。3个人瞬间张牙舞爪，准备大开杀戒，倒是把那只海猫给吓得不轻，但被微微及时阻拦，告诉他们招财猫是一种神圣的生物，不能吃它。后来要穿越沙漠，三智虽然准备了3天的食物，但还没来得及吃一口，中途大伙的行李被欺诈鸟给偷了，继续挨饿。当路飞被一只巨型蜥蜴追的时候，3大主力仿佛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兴奋的第一次用出合体技，凶残的联手打怪，其实只是为了一口吃的。娜美瞬间都开始同情起来那只蜥蜴了。第二，偷黄金的盗贼们，坐标空岛。虽说路飞不是贪财之人，但钱能买肉，能修船，能干很多事儿。这么多黄金，路飞看了也迷糊，所以这一次路飞一反常态，叫醒娜美和大家一起去偷黄金。在误认为来赠送黄金柱的空岛居民是来追杀他们的时候，草帽团以为干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儿，背着一包包的黄金撒腿狂奔，逃离了空岛。第三，趁人之危的打手们，坐标恐怖3维帆船。草帽团众人在对付大奥兹的时候，只是没想到奥兹头上的角插进地下拔不出来了，成为了一个任人摆布的出气筒。面对这种惊喜的场面，草帽众人集体黑化，全员恶人，上去对奥兹就是一顿不讲武德的群殴。第四，抢衣服的凶恶强盗们，坐标冰火岛极寒之地。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几个人穿着单薄的衣服，从燃烧之地到极寒之地，行踪还暴露了。对面茶胡子带人来围追堵截，被冻得瑟瑟发抖的几个人看到这一幕喜出望外，罗宾都被活活冻出恶魔形态了。送上门的免疫不要白不要。茶胡子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悬赏4亿的凶残头目，带着3个宛如要吃人的魔鬼，真海贼看到也怕了怕了。第五，生吃伙伴的恶魔，坐标去万国的途中。乔巴在上船之初，路飞3智并不知道乔巴是个医生，只觉得他是个会变形的驯鹿和储备粮，好玩又能吃，所以这个潜意识在路飞被饿到丧失理智的时候彻底爆发，逮住乔巴就要生吃，还好被娜美阻止。第六，破门而入的西装暴徒，娜美被金狮子囚禁，路飞带人来找金狮子干架。以往也有不少草帽团集体登场的场面，不过强者世界里这种场面还是绝无仅有的。什么叫压迫感？这就是压迫感，倒是更像来查价的黑帮。所以草帽一伙化身真正海贼的前因后果都是足够奇葩的，全员恶人只是暂时的，改变不了平时草帽幼儿园的欢乐本质。路飞不讨厌的敌人，路飞的性格往往是要打就打，对事儿不对人，不会以别人的立场判断人的本质。但路飞也不是烂好人，像陆琪、赤犬这种死追不放还很极端的正义，夺他伙伴杀他亲人的对手，路飞也是会记恨的。不过一个人本身的正直，路飞却可以与之共情。第一，原大将泽法。泽法因为对海军绝望，对海贼痛恨，走向了一条极端的道路。他要毁掉新世界，还夺走了路飞的草帽，妥妥的路飞的死敌。虽然青雉透露了一些内幕给草帽一伙，但路飞表示他做他的，我干我的，草帽必须还我，海贼王我必须当。泽法和路飞最后来了一次信念的对决，路飞最终拿回草帽，开心的笑了笑，泽法也打痛快了，重新审视了路飞。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仇恨，泽法本质上并不坏，也不极端，他明白了路飞只是想要自由和梦想，是个好孩子。泽法让路飞继续去冒险，自己对抗大批海军，为自己的信念做一个了断。路飞不仅一口一个亲切的大叔喊着，远去的路飞久久望着泽法的方向，这已经不仅是不讨厌了，更多的是尊重。第二，大将藤虎。路飞和藤虎第一次相遇在德岛赌场，那时候路飞不知道眼前这大叔是海军大将，但藤虎知道这是草帽一伙，还知道路飞是个好孩子。后面路飞的所作所为，藤虎虽然看不到眼里，但都记在心里。路飞算是帮政府收拾了个烂摊子，以至于最后藤虎去抓路飞也是各种忍不住放海。路飞看藤虎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出于堂堂正正，什么我要放技能了，我要揍扁你了，都要事先提醒藤虎，还直言并不讨厌大叔你，搞得藤虎既无语又想笑。最后放走草帽一伙，还很遗憾不能看看路飞的样子，想必一定是一张善良的脸吧。第三，G5中将斯摩格。路飞和斯摩格从死敌到队友，与其说斯摩格经常站在路飞这一边，不如说斯摩格始终站在正义这一边。尤其是阿拉巴斯坦，路飞也是对斯摩格说出了我并不讨厌你啊这种话，完了还在那儿给的笑，斯摩格也是很无语。第四，原大将青雉。路飞遇到的第一个海军大将。青雉当海军的时候，他对路飞手下留情多少次了，路飞那是亲身体会。虽然没有对青雉说过我不讨厌你什么的，不过青雉应该也属于路飞不反感的原海军。路飞不讨厌的海军还挺多的，再比如克比、贝鲁梅伯，路飞克比之间还有一个大将之约。总而言之，感觉除了赤犬就没有让路飞特别膈应的海军。第五，老沙。起初老沙和路飞打到各自急眼，但只能说缘妙不可言。老沙从一个要路飞命的人变成路飞的救命恩人，路飞不至于多喜欢老沙吧，但对路飞个人而言，他没有理由再讨厌老沙了。
而且正所谓老沙出品必属精品。Mr. One、小冯、三哥、罗宾开始都是老沙的人，但他们本质都不坏。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帮助过路飞，更是好多次救了路飞的命。罗宾还成了路飞的伙伴。一开始立场不同不重要，缘分到了挡也挡不住，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老沙可以说也是路飞的恩人之一。第六，卡塔库利。卡二从对路飞不屑到认真对待战斗，再到自废一颗腰子和路飞公平对决，卡二是个可敬的对手，他也慢慢认可了路飞，直到最后两人依旧有继续战斗下去的余力，只是卡二被路飞的决心和气势所折服，自动认输。路飞嘴上不说，不过他将外层的帽子盖在了卡二老师的嘴上，以表对卡二的 respect。路飞如此郑重地致敬一个把自己打得很狼狈的敌人，卡二老师这是唯一一个。第七，凯多。原因是这俩人在屋顶上单练，还笑，看着还打出感情来了。路飞觉得酣畅淋漓，越来越有意思了。凯老师附议，就怕路飞来一句凯多成为我的伙伴吧。路飞也没有理由讨厌凯多，仔细想想，路飞对凯多的个人怨恨还不如路飞对大妈对黑胡子的重。凯多起初又没伤害路飞伙伴，也没针对路飞，反而是路飞打完凯撒打明哥，把凯多惹毛了，只因为罗当时说的拉凯多下马的提议。而路飞想成为海贼王，就至少要干趴一个四皇，顺便管一下和之国的闲事儿。路飞没有像赤鞘武士那样带着仇恨去打凯多，也实属正常，毕竟只是为了完成主线任务。除了这些，像巴基啊、凯撒啊，一开始都是路飞的敌人。巴基曾经弄坏过路飞的草帽，凯撒拿孩子做实验，只是后来也都帮过路飞，甚至救过路飞的命。现在也不能说是一伙的吧，反正路飞说不上多喜欢他们，不过也绝不讨厌。鹰眼曾经评价过路飞，路飞拥有这片大海上最可怕的力量，能把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变成自己人。确实，战后连鹰眼自己都免不了和草帽团沾亲带故了。总而言之，在这场冒险中，除了赤犬，大家都可以是自己人。草帽一伙之间至今还不知道的几件事儿。草帽团成员加入顺序有先有后，不过彼此都很了解了。比如布鲁克看过大家之前的航海日志，慎平为娜美的过去道歉。当然，慎平现在还在继续被刷新认知中。还有几件事，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刻意隐瞒，不能说。第一，不起眼的约翰宝藏藏宝图，草帽知情人路飞。约翰宝藏经过了多次易手，被佩罗娜搬到了桑尼号上，被娜美捡漏。娜美觉得那玩意儿又不值钱，就送给了路飞。然后到了推进城，真海贼巴基可对这深有研究，一眼认出，只不过说漏嘴了。路飞虽然知道了这东西是传奇宝藏，但比起艾斯，钱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巴基能给路飞带路，作为交换，路飞就把约翰宝藏给了巴基。而且这个时间点很独特，恰逢伙伴分离后又经历了2年修炼，过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估计路飞早就把这事儿忘到西天去了。伙伴们，尤其是娜美还不知道自己曾经和暴富擦肩而过，要是知道了，把路飞往死里打也不足为奇。第二，桑尼号厨房冰箱密码，草帽知情人山治。7326正是娜美和罗宾的生日，山治为了抵御船上的吃货们，主要是路飞，也算是软硬兼施。后来山治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带锁冰箱，并设置了密码，所以路飞当时火急火燎的去蛋糕岛找山治。路飞想说，你他妈倒是把冰箱密码留下先，没有你我打不开冰箱门。不过路飞还是选择了高情商的说法，我饿死也在这儿等你，没有你我成不了海贼王。第三，捡了芝麻丢了黄金柱，草帽知情人罗宾，就是空岛上路飞他们偷了几袋黄金跑了那件事儿。之前空岛居民都跟罗宾那儿谈好了送黄金柱，罗宾也欣然答应，后来以为人家来追杀，几个人吓得撒腿就跑。虽说那黄金柱子确实太大了，不过黄金的硬度远比钢铁低，当时索隆都能斩断钢铁了，砍1/5都发达了。当然罗宾很聪明，说出来会有什么后果他知道。娜美绝对要嚷嚷着得再上一次空岛，就专门给人要黄金柱去，拦都拦不住，还是让路飞他们对空岛的好感以及最后那一份自以为血赚的快乐一直保留到最后吧。第四，乌索普到底有几个号？草帽知情人除路飞乔巴外的所有人。狙击王这个号现在已经被乌索普隐藏了，有事儿上大号神乌索普说话。不过别人当时都是一眼看出来这哥们儿不就是乌索普吗？毕竟伪装的也太随意了。乔巴脸盲还好骗，他上当了没有任何悬念。路飞嘛，要说他有时候大智若愚，那确实。不过尾田也说过，路飞属于那种有什么就说什么的单纯仔，不存在心理活动，撒谎技巧拙劣。路飞一直装不知道，不太可能。所以路飞至今还不知道他那个莫名消失的好朋友就在自己身边。第五，小菊和山治有相同的特征，草帽知情人索隆。小菊是男人这件事，索隆虽然是第一个察觉，但索隆又不是很在乎，主要是山治当时腻歪在人家身边，一直跟小菊示爱，话女硬说男这种事情确实对人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山治现在没控制到，他最后要是知道了，那反应应该会和当时山治在鬼岛青楼里意外看到自己丈母娘夏洛特玲玲后的表情差不多。第六，什么也没发生过，草帽知情人索隆、山治、罗宾、布鲁克。索隆将刀扔在大雄面前，对索隆来说扔下刀就等于弃置了生命，
毅然决然地承受了路飞体内的巨额痛苦。山治后来知道了，也让目睹了这一幕的松鼠兄弟保密。但罗宾在松鼠兄弟背后长了耳朵，也听到了。目睹这一切的还有布鲁克，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都没对路飞说，所以这件事路飞至今还不知道。第7，索隆给别人看孩子。草帽知情人罗宾，硬汉索隆当时被3个小娃给折腾的糗态百出。索隆在街道上各种躲伙伴，试图瞒天过海，不料还是被罗宾撞见了。不过罗宾答应保密。第8，大家合伙骗路飞。当时草帽海贼旗被旗帜猎人阿奇诺家族给偷走了，大家伙为了不想被笨蛋船长训斥，决定瞒住路飞，把海贼旗抢回来。全然不知的路飞中途听到了阿奇诺次子说草帽海贼旗已经到手了。路飞当时很生气，只是还没眼见为实，大伙就一边拖延路飞一边找。最后路飞回来，马上就要看到空空如也的桅杆时，山治、索隆、弗兰奇完美配合，把乌索普送上桅杆，及时挂好了海贼旗，并骗路飞说海贼旗被抢的事儿子虚乌有，这不好好的吗？然后路飞信了，这件事儿就这么有惊无险的瞒过去了。老沙的完美计划是怎么一步步输掉的？要说会玩谋略的海贼，有百济克洛、多弗朗明哥、黑胡子、罗等等，但是论大谋略，他们和老沙都不是一个层次上的。老沙是运筹帷幄，甚至都不需要怎么露面，就把1000万人口的阿拉巴斯坦玩弄于股掌之间。老沙要颠覆阿拉巴斯坦政权，进而获取古代兵器冥王，建立军事强国，凌驾于世界政府之上。明面上利用政府七武海的身份打击来犯海贼，获得了国王和民众的很大信任，成了国家英雄。暗地里组织巴洛克犯罪集团，捕杀海贼，筹集资金，制造早已被政府禁止使用的跳舞粉。使用这种东西只在国王所在的王城下雨，夺取周边的雨水，导致周边3年不下雨，严重干旱，引起暴动。还让手下把跳舞粉运往皇宫，在中途故意暴露，让民众察觉。民众积怨生恨，将矛头指向国王。寇布拉虽然是个好国王，但根本找不到凶手，因为老沙的地下身份鲜为人知，连他那些高级干部最终作战前都不知道自己老板的真面目。知情的薇薇和伊卡莱姆也无法及时将信息传达。老沙在暗中利用果实能力制造沙尘暴，使绿洲的淡水资源干涸，甚至直接毁灭绿洲城市，让双方矛盾激化。就这样，叛乱军不断增加，后来从70万涨到200万。最终作战当天，老沙让妹死圣诞节的鼹鼠能力偷走国王，小冯用模仿能力冒充国王，在油菜花城里烧杀抢掠，还击伤了叛乱军首领寇沙。老沙还让他们不经意间给叛乱军留下大批武器，这一波直接起飞。200万叛乱大军从各路直接杀向王城，威望很高的老沙坐收渔翁之利，等待接管就行了。计划到这里，老沙的谋略没毛病，因为老沙控制了人心，这很可怕，基本上没什么妙解。但阿拉巴斯坦也是各方势力计谋上的攻防战。山治摊牌梅斯特王子，后跟乔巴狸猫换太子，调虎离山，营救路飞他们，间接破坏了老沙的计划。山治帅气救场，可老沙不慌，他有后手，因为喂香蕉鳄的那把钥匙是假的，真钥匙还在自己手上。但老沙是真没想到，同样被喂鳄鱼的三哥还活着。山治利用三哥的蜡烛钥匙救走路飞众人，三哥把老沙给坑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有个小男孩看到小冯冒充假国王了，但老沙做事情总有后手，他早在钟楼上安排了足以炸平王城、炸死几百万人的炸弹。当草帽一伙干部战打完后，拼了命的空中接力，把薇薇送上去熄灭引线。引线熄灭了，可这炸弹居然还是个定时的。于是贝尔当时不顾生死，将炸弹带到天上引爆。之前叛乱军首领寇沙也已经目睹了克洛克达尔才是国家的凶手。老沙表示，凶手是克洛克达尔，关我老沙什么事儿？那好，就算是又怎样？能让叛乱停止吗？太天真了。原来老沙早已在国王军和叛乱军中安插了很多卧底，不管是薇薇公主还是寇沙出面主停战争，卧底们就会及时暗中破坏，甚至再次击伤寇沙，从头到尾都是这样。这场战争被老沙玩的已经到了连双方首领都无法阻止的地步。哪知道这个时候突然天降大雨，首先斯摩格明确否认是自己干的，难道是老沙败了引起的吗？反正就是说不清楚这雨怎么来的这么及时。老沙颇有诸葛亮在上方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的味道。战争被这场大雨打断了，但叛乱还未结束。叛乱军说亲眼看到了国王在油菜花城杀人放火，这个怎么解释？这个时候那个目睹了小冯冒充假国王的小男孩被伊卡莱姆带来了，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加上薇薇和寇沙的声音，终于能被听见了。到这里大家才放下武器。再就是路飞这一点，老沙严重低估了路飞做仰卧起坐的妖力，路飞至少3次直接死于老沙之手都没死成。一次在沙漠被罗宾给挖出来了，路飞要肉吃，就被贝尔带走照顾了一小段时间。第二次在皇宫，老沙虽然从沙鳄鱼变成了落汤鸡，但老沙把路飞吸成了干尸，老沙匆忙的就赶往圣殿地宫了，结果路飞吐歪的水正好落下来救了他。第3次中了老沙钩子上的毒，被罗宾所救。其实罗宾也把老沙给坑了好几次，除了救路飞，早知道山治的存在没跟老沙说，看到山治偷偷进了雨燕也没跟老沙说。
关于冥王的记载，罗宾故意骗了老沙，导致老沙人财两空。如果细数老沙的计划被破坏了多少个环节，那真是没有10个也得有9个了。最可怕的是，这里面但凡有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被破坏，都是足以改写全局的，老沙的计划都不会被终结。甚至到最后老沙都躺那儿了，周围的人还都在疑惑，哎，鳄鱼先生怎么会躺在这儿？快起来，地上凉。可见老沙的谋略之高深，穿透力之强悍，大局之稳固。但老沙在阿拉巴斯坦就是大反派，他输的虽然可惜，不过也是天要亡他，本该如此。一言不合就道歉的北极熊贝波，北极熊毛皮族，罗的红心海贼团的航海士，兼职罗的靠垫。北极熊的听力和视力和人相当，嗅觉极为灵敏，是犬类的7倍，而且作为航海士，勘察并绘制地图是必备技能。比如罗拿的那张下方还有熊掌印的德雷斯罗萨地图，路飞和罗有些地方很相似，比如罗的悬赏令照片一角有贝波的背影，路飞曾经悬赏令照片的一角有乌索普的背影。俩船长都有一只萌宠级别的船员乔巴和贝波，而且乔巴贝波的悬赏金都同样感人。不过贝波的悬赏金足足是乔巴的5倍，500倍利。红心海贼团有浓厚的南北极地文化，不仅有北极熊贝波，另外2个出镜率很高的船员，一个叫企鹅，还有一个叫可以在极地生存的海洋生物虎鲸，还把自己的潜艇叫极地潜水号。贝波出生于佐乌，10多年前贝波有一次从向岛上下来，意外被海浪冲走，漂流到了北海，然后遇到了脱离了堂吉诃德家族没多久的罗。当时筋疲力尽的贝波正被2个小混混殴打，但罗当时虽然年纪小，但从拉奥季、迪亚曼蒂、古拉迪乌斯那里学的格斗技巧不是白学的，教训2个小混混还不难。而这2个小混混呢，就是罗现在的另外2个伙伴企鹅和虎鲸。贝波从这里也成为其伙伴，他们仨就是罗的第一批船员。或许因为这个原因，罗后来把自己的潜艇叫做极地潜水号。贝波属于元老级别的船员，所以会看到贝波可爱憨厚的在强巴鲁面前表示自己是前辈。贝波是一个心灵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很差，以至于经常受到一点吐槽不会愤怒，反而会莫名道歉的熊。他和乔巴堪称是一个经不起吐槽，一个经不起夸奖。当时路飞在香波地第一次注意到罗的时候，显然路飞对罗身边这只熊的兴趣要比对罗本人更强烈。路飞只是问了一句那只熊是怎么回事，贝波居然羞红了脸并扭到了一边。路飞和贝波并没有什么交流。2年后路飞再次遇到罗，居然主动问起了那只会说话的熊去哪儿了。所以路飞是真的很喜欢这些奇特的生物。关于随时随地道歉这一点，海军惊呼这只熊居然会说话，贝波会道歉。被女帝称作是区区一头野兽，贝波会道歉。在女儿岛上幻想会不会有母熊，被提示这是女人国，贝波也会道歉。见识到雷老爷子游过无风带，并在一只被雷利打死的海王类面前夸雷利不愧是传说级别的海贼，居然也会莫名觉得要道歉。贝波身手非常矫健敏捷，还会一些体术，所以对付几个海军士兵还是很轻松的。然而遇到打不过的怎么办？直接原地装死蒙混过关。除了在敌人面前装死，贝波在和之国因为吃了河里受了污染的鱼，吃坏了肚子，这次是真觉得自己要死了。其实最多也就是拉肚子，但贝波躺在罗面前撒娇装可怜，还一个劲儿道歉，可怜巴巴的。无奈的罗妈不仅要顾虑着那边不断惹是生非的路飞，还要照顾眼下的贝波，左右为难，真是心态多次崩溃。但是面对这么可爱的萌宠卖萌，罗也扛不住，只能无奈妥协了。对草帽一伙的称呼，草帽一伙这一路上遇到过许多人和团体，很多人对他们也有不同的别致的称呼，也包括一些伙伴在过渡期不是很熟的时候对他们的临时称呼。其中迪巴鲁的骑士团众人对路飞的称呼是草帽小子，这个很正常。对娜美的称呼是汝窑小姐，不得不说这个外号真的是很皮了。叫山治少东家，叫索隆剑士，叫弗兰奇为内裤小哥，乔巴出奇的被人称呼为小驯鹿。这帮人居然知道乔巴是鹿，通常来说见面就管乔巴叫狸猫才是常规操作。众所周知，罗叫草帽一伙，甚至叫其他一些人都有一个固定格式，某某当家的。罗他也有称呼别人特征的习惯，比如管乌索普叫鼻子当家的，叫过乔巴狸猫当家的，他俩显然对这个称呼并不满意。弗兰奇是机器人当家的，布鲁克是骨头当家的。索隆的形象在别人眼里就比较多元化，帮人家带孩子的时候被称呼为西兰花头。在小冯的口中，索隆叫小肚兜，外号的由来是索隆标志性的腰封，微微叫他 Mr. 武士道，还有外界一直称他为海贼猎人。山治围绕绿藻头给他起的外号更是不胜枚举了。罗宾刚上船那会儿就显得很神秘，称呼别人也显得小心翼翼，
大多是以职业为主，船长先生、航海士小姐、厨师先生、剑士先生什么的。但唯独乌索普不一样，乌索普是长鼻子军。随着时间长了，开始叫路飞的名字了。司法岛之后，就开始正常叫伙伴们的名字。到后来，罗宾甚至都跟着路飞叫别人的外号了，比如特拉南和卷心菜，也不乏创造了菠萝头、小鸡军这种称呼。弗兰奇在过渡期那会儿可没罗宾那么拘谨，叫娜美大姐头，山治是亮美小哥，乌索普是长鼻子，乔巴是鹿怪人、鹿猩猩，索隆剑客。弗兰奇唯独叫罗宾是喊名字的，几乎都是尼可罗宾。即便他正式加入后，在恐怖三维帆船期间还叫过路飞草帽小子，在香波地一直叫娜美丫头。海军海贼提及到路飞的次数最多，但大多离不开草帽和蒙奇家族元素。很多人口中的草帽小子，小冯这里的小草帽，小伊万叫草帽男孩，跟卡普和龙祖孙绑定系列的称呼等等等等。不过也有下棋叫他小蒙奇，可以理解是小猴子，和经常有人称呼他是猴子这种叫法，毕竟名字里就有一个 monkey。 乔巴就有点惨了，大多数人对他的称呼基本上万变不离狸猫，轻质张口就来的狸猫，众人眼中会说话的狸猫，长得像驯鹿的狸猫，这个还是路飞亲口说的。和之国众人口中的狸猫先生、狸猫医生、狸猫阁下，空岛小女孩眼里的小狸猫，G5海军惊呼的大狸猫等等。尽管乔巴每遇到一次就要不厌其烦的强烈解释，但相比他还不够印刷成本的悬赏金，这个狸猫的称呼恐怕是更难摆脱了。新世界烂大街的火系能力，曾经出现的和火有关系，或者说有火焰技能的人并不算多，而在新世界熟练运用火焰这项能力的人开始逐渐增多，尤其到了和之国，除了萨博没来，绝大多数会玩火的都聚集在一起了，给人一种火系能力是不是烂大街的感觉。山治2年后双脚都会生成火焰，简称双会火腿，而且越烧越旺。现在山治有了恶魔风脚的升级版魔神风脚，火焰早已是山治的一项常规属性了。另外，火花红文斯莫克一致可以打出火焰攻击，它本身也是火属性。会虎火流的警卫门不仅可以在刀上生火，还可以展开火焰。据他说，没有他劈不开的火焰。索隆也学会了虎火流烈焰斩。凯撒一是可以引燃瓦斯，产生爆炸般的火焰攻击；二是有一把青岩剑，就是将抽出来的氧气集中在他的剑柄上，释放出的火焰将氧气燃烧，衍生出一把具有蓝色火焰的火焰刀。路飞致敬哥哥艾斯，2年修炼期间开发出了一招火拳冲，整个手臂都会产生火焰。在时间线上首次使用是在特别篇 3D2Y 中，攻击力不俗。然后是夜火手枪，是3档状态下的火拳冲，这个火更猛烈，威力也更大。这一招也把凯多给击倒过一次。大妈有普罗米修斯、烈焰喷射和天上之火，这2个技能完全就是大妈版的火拳和火柱。凯多的热吸可以吐出长达数公里的火焰，瞬间将一座山头焚毁殆尽。岩灾尽的火属性，尽是近乎灭绝的露娜利亚一族。这个种族除了可以在任何环境下生存，身上还自带火焰，单看尽把火用的炉火纯青，不光自带，还是玩得很溜的那一种。大妈家族里的欧文和巴斯卡尔迪，一个热果实，一个能操纵火焰，这俩也跟火有关系。这些人明牌自己有火焰属性也就算了，最搞的是还有一个死也要凑热闹的，那就是看侍郎，他居然画出一个火焰怪物在纵火，这是嫌会玩火的人还不够扎堆吗？再加上基德手下干部希特会吐火，乌索普有火鸟星，弗兰奇有弗兰奇火球，马尔科有再生岩。也正是因为以上大多数人现在全部聚集在鬼岛，之前那真是上面2个会放火的4皇在放火，5皇用火拳打对他放火的4皇，2个会虎火流的剑豪轮流砍4皇的火，下面2个会飞的火腿在对踢，马尔科用青岩压制全场的冰鬼病毒，死不透的看侍郎不会火系能力也非要插一脚，给人一种感觉火焰能力就这么烂大街吗？尤其是和之国直接井喷式出现，所以才有了我吃这烧果实有何用的梗。火焰能力确实已经不独特了，但烂大街还不至于，它依旧是一项高端且强悍的能力。现在能熟练掌控火的人，依旧也是那些实力很强的大佬们。而大妈凯多有火系技能，但他们自己本身也怕火，大妈也怕普罗米修斯给自己来一下。凯多的热吸之前被雷藏的卷轴给卷回去过一次，凯多自己都扛不住自己的技能，被烫得嗷嗷叫。而这时候烧果实的独特性就显现出来了，本身就是火，自然也不怕火，甚至可以把这些人的火为己所用。而且把一堆草点着和直接造出来个炎帝，虽然都是玩火，但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上的。烧果实在火系能力中还是有着统治力的，而烧果实现在已经不单是一颗果实，一种能力。萨博义无反顾地吃下烧果实，路飞开发火拳技能，也就是所说的烧果实3兄弟通用。它的意义不管对路飞、萨博而言，还是对海米而言，都是寄托着情感的。一生火拳49亿，所以不管火系能力有多么泛滥，烧果实却是无可替代的一个存在。肚兜男孩索隆的经典装扮，3颗耳坠3把刀的3刀流索隆，身上的白色短袖、绿色裤子、靴子，绑在手臂上的头巾，这是前中期的标准穿搭。
最重要的是，小冯根据索隆一直穿戴的腰封，给索隆起了个小肚兜的外号。虽然路飞这几个男生早期在主线剧情中不经常换衣服，但索隆却是这几个男生中最早换衣服的。早在阿龙乐园，索隆就换了一件蓝色带有波浪条纹、卷卷花纹的蓝色短袖开衫。冰火岛那一次并不是索隆第一次抢衣服，这件也是索隆就地抢的。到了寒冷的刺骨岛，索隆在穿衣上又开始骚操作了，要么是裹了条毯子，要么是光膀子开始冬训。本来是穿了件长款羽绒服，后来因为冬训就给卡鲁亚披上了，然后在刺骨岛打败了一个士兵，又是抢了一件棉衣。阿拉巴斯坦期间穿回了标准版后，又套上了头巾和长衫的搭配。老沙被打败后，又换上了一件比较随意的长衫。在空岛换了件蓝色背心，另外还穿戴了风镜和背包。在海上列车上，索隆换了一件黄色带拉链的短袖，这就是 SS 战斗员索隆。司法岛打完架后，在水之都，一是帮人家带娃，穿了一件不合身的羞羞背心，以及穿了一件带有卡雷拉公司标志的文化衫。草帽一伙基本都是人手一件。但是话说，索隆是真的很喜欢自己的标配穿搭，到了恐怖三维帆船又穿回来了。而且索隆2年前很少换过裤子和鞋，最多是换一件上衣，但一些原创剧集中有换过。到了暗岛，先是被佩罗娜给裹成了自己的熊，后面在城堡里找了一件墨绿色开衫，穿的谁的？只能是穿的鹰眼的，总不能是狒狒的。2年后，索隆顶着全团第1的名次到达了签到地点，索隆依旧是长裤配靴子，外面穿了件相当帅气的长衣，绑了一条飘带，但肚兜和头巾的地位依旧稳定。这套衣服一直从香波地穿到了德雷斯罗萨开篇。当然冰火岛中途抢了件棉衣，和冰火岛最后穿了件绿色外套，都是套在了这身衣服的外面。到了德岛，西装暴徒黑武士索隆登场，头巾一绑，霸气一开，小诗一念，玩虐皮卡，相当帅了。德岛最后，索隆把外面的黑西服脱掉了，只穿白衬衫。在左屋的时候，又换回了自己的长裤靴子，上身穿了件蓝色短袖。之后就是经历了长达2年的掉线，直到在和之国以一个迷路的酒壶浪人的形象出现，身着内白外绿的和服。没多久，索隆被抓进了一个武士的宅院，一身白袍的索隆看似心如古井，实则杀心已起。然后就是龙卷风摧毁停车场。后面索隆换了一身和之前一样的同款长衣，只是这一套是黑色的。登上鬼岛的时候，警卫们帮助大家进行短暂的乔装打扮。在鬼岛和双黄鏖战一波后，重伤的索隆被山治用绷带裹上了。继明刀鼻兰之后，明刀绿藻十字刃闪亮登场。直到目前，索隆已经摆脱了绷带，和山治联手对付双灾。在草帽团的时装秀上，大伙让索隆换身衣服来玩，还被强制换了系带靴子、工装裤和夹克。没办法，索隆被迫营业，参加了时装秀。在首长岛冒险这部特别篇的最后，索隆站在高处，看着远处离开的船，就怕索隆来一句：“这艘船的确是有点眼熟啊。”在剧场版《强者世界》里，索隆穿着一件衬衫，潇洒的只扣了1个扣子，并潇洒的接住了落下来的哑铃。后面换了件深 V 字领短袖，点睛之笔的是他这个印花的骚气头巾。然后就是团队版西装暴徒，索隆的西服里面是马甲和衬衫，穿着这身衣服用出了鬼泣9刀流阿修罗穿威。剧场版 Z 里，一副墨镜、格子衬衫、蓝色裤子，再来一口酒，成了剪辑名场面。几个人洗完澡后都换了衣服，索隆换了一身特别文艺的西装，戴了一副黑色镜框，前所未有的画风。最后换了一身大红战袍，绑上头巾就开始秀了，轻松击败艾恩。索隆的这款长衣已经出现了3种颜色了，红、绿、黑。黄金城索隆开场一顶还算挺帅的帽子，一件迷彩短裤，以一个潇洒的半裸男形象登场。后面换了件白色礼服，里面是最后统一的夜行衣。由于索隆大半段时间都在当手办，所以开篇就只给他塞进去了夜行衣，好让他最后能和大伙的装扮合理统一。原来穿衣服也讲究一个伏笔。狂热行动开头，索隆穿了件绿色古风的衣服，但说是古风，这袖子越看越迷惑，再混搭上人字拖相当可以。后面换了一件连体工装裤，多出来的口袋原来是用来装酒的。和藤壶比划的时候，索隆是把上半身给扒拉下来系腰上了，这种穿法倒也是索隆的习惯。到最后彩蛋的时候，惊喜发现索隆居然穿了跟2年前差不多的经典款式，就是衣领上没有扣子。但不管怎么说，乍一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亲切。海贼王中时尚杂志封面级别的悬赏令，有人的悬赏令能让本尊一言难尽后顿时让人口吐芬芳，但有人的悬赏令动作、姿态、气质堪称是一张精致的写真。卡文迪许的悬赏令，当时卷心菜以2.8亿悬赏成为当年的华丽超新星，
张贴出来的通缉令成了偶像海报，被一阵疯抢，一时间也是风光无限。但在海贼世界里，保持热搜的根本手段是比谁更能作，所以第2年就被极恶世代抢了风头。虽然卷心菜心里不平衡，发起火来很狼狈，但不得不说他的颜值和悬赏令真就是妖艳到无可挑剔，也就山治的整形踢能勉强踢出这种效果。索隆的悬赏令，如果说卡文迪许的悬赏令柔情精致，那索隆的就是铁血硬汉。前2次悬赏，一次6000万，一次1.2亿，用的都是战损版形象，脸上还挂着些许稚嫩，但是这个角度这个气质也是很帅了。得到之后3.2亿版本的悬赏令，从稚嫩到成熟，眼神里甚至还有一丝孤傲和不屑，简单来说就是拽得飞起，一看就是绑上头巾，诗歌朗诵刚砍完人的状态。索隆在和之国的本土通缉令更是画的低沉而霸气，同样是画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山治要是能来一张这样的，做梦都能笑醒。红发的悬赏令照片，乍一看很帅，然后越看越帅，毕竟面子果实也可以让相机给个面子。当然红发本来就帅，只是感觉照片帅的多少有些操作感，就感觉贝克曼在旁边拿着个吹风机给他的头发做氛围，也就有了红发自拍悬赏令的梗。红发是先让相机给他个面子，自拍出来一张精致的照片，然后找吴老星要面子，让他们把这张自拍当悬赏令照片，然后微微一笑，大功告成，我真他妈帅。布鲁克的第2版悬赏令，他的第2版悬赏令独特在直接就是他演唱会海报改成的悬赏令，一个会唱歌的骷髅加上花里胡哨的排版，摇滚又与众不同的时尚，也就独此一家了。娜美和罗宾的悬赏令，起初娜美1600万版本的悬赏令真就是当做杂志写真拍摄的，场景是在最后水之都开宴会的时候，给娜美拍照的人应该就是火焰拍照侠，当时称自己是杂志社记者，后来娜美直呼被骗了。娜美的第2版6600万悬赏令依旧如此魅惑，姿势还是一样的，只是角度从侧面变成了正面，看样子又是让人给骗拍写真了。索隆直接吐槽，又是什么时候让人给拍的？看吊带和背景，应该是在渔人岛被拍的。罗宾第1版悬赏7900万，还是萝莉时期；第2版8000万，是在司法岛最后阶段被拍了一张侧颜的，御姐气质还是非常不错的。罗宾的妈妈妮可·奥尔维亚也有悬赏令，罗宾和他妈妈长得也是巨像无比，几乎就是同一个人换了发色。罗宾第3版1.3亿，罗宾这一版属实有些惊艳，御姐的颜值和气质更是无懈可击。罗宾第2版和第3版都有放技能时候的花瓣，可以说是完美点缀，跟乔巴每次都有棉花糖，路飞前几次都有乌索普差不多。不同的是，乔巴是用来点缀棉花糖的，因为100倍利真的买不起棉花糖。女帝和鹰眼的悬赏令，鹰眼这个气质怎么说呢？就是他但凡平时真的用黑刀叶疯狂划船，也会觉得他划船划的是真帅。女帝这张应该就是随手一拍，尽管如此随意，但女帝好像在说拍吧，切身怎么拍都好看。女帝的悬赏令在狂热行动中也出现过，下面展示的赏金还是他成为七武海之前的原赏金8000万。艾斯的悬赏令刚出名的时候的悬赏令还有些青涩，后面就更加放得开了。如果说路飞的悬赏照片是个开心的欢乐少年，艾斯的气质就是意气风发的痞帅大男孩，而且两人的悬赏令照片的动作非常相似，尾田可能是故意为之，冥冥之中弟弟在向哥哥致敬吧。艾斯2年前的赏金就高达5.5亿，不仅是超新星身份，还拒绝过当七武海的邀请，顶上战争中殒命，更是让人多少有些意难平。海贼王中贪玩的大佬们先被虐一波，然后再弯道超车，这是路飞一贯的打架风格。但跟路飞对位的这些大佬们还真不完全是死于话多，甚至他们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急着去做，主要是一开始都没把路飞看在眼里，就是在玩。论贪玩，明哥当仁不让，顶上战争中玩的最欢的就是明哥了。最后没尽兴，路飞突围的时候，明哥说了一句放他走吧，这样才好玩呢。结果路飞进入新世界第一件事就是捣毁了明哥的货源窝点和抓了供货商凯撒，莫奈、维尔哥2个干部真就成了炮灰。明哥哼哼一笑，玩心大起，表示路飞命不久矣，局势尽在掌控，这波不亏。明哥设局擂台赛，本想引蛇出洞，没想到是引狼入室，计划没有变化快，不仅作为诱饵的烧烧果实被萨博吃掉，还得罪了一大批人。明哥表示一群超级兵而已，局势尽在掌控，这波不亏。随着砂糖被2次吓晕，干部战也大落败，路飞阵营推到了高地，德岛局势逐渐白热化。罗的伽马刀给明哥吓得不轻，明哥爬起来表示鸟笼正在收缩，拖到后期我carry全场都得死，局势尽在掌控，这波不亏。等明哥亮出压箱底的东西，展示果实觉醒后，泡到了路飞4档状态结束，路飞没闪没大，局势真的有些反转了。明哥乘胜追击吧，除掉一些挡鸟笼的人，也能挽回一些败局。转眼一看，完蛋，明哥怎么在这儿跟维奥莱特公主跳起了交谊舞啊？接着又在这儿玩提线木偶，关键时刻有没有搞错啊，明哥？路飞阵营的奶妈持续加血，鸟笼收缩速度变慢，路飞再次雄起。明哥表示我大招还留着呢，局势尽在掌控，这波不亏。
结果路飞再出门都6神装了，明哥一套伤害没吃住，到此为止了。被海军收押的明哥笑了笑，老子命还在，局势尽在掌控，这波不亏。明哥秉承着你可以每次都小赚，但我永远不亏的原则，把自己玩成了泉水指挥官。老沙等人呢，又阐述了一个道理：各种秀、各种玩是可以的，但补刀是重中之重，自信回头容易出大事儿。在沙漠，老沙真的就是血虐路飞，把已失去反抗能力的路飞扔进沙坑里，看着他被沙子慢慢吞噬，老沙心满意足的自信回头，吐槽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浪费时间。但老沙怎么也想不到的是，罗宾后来把路飞给救了，把主角给捞上来的操作，也间接导致了老沙全线崩塌。老沙虽明白了补刀的重要性，但为时已晚。艾尼路也是，虽然他在橡胶和橡胶发呆这里无法灵活操作，但整体实力无疑还是碾压路飞的。不仅没把路飞放在眼里，还直接用雷冶金融成的金球把路飞的手给套住了，打下了方舟，让他生不如死，自生自灭去。用雷营摧毁空岛才是艾尼路的首要目的。发动雷营也是需要体力的，跟路飞打只会消耗大量体力，一点都不好玩。但艾尼路怎么又能想到，娜美骑着普通人需要训练10年才能学会的威霸将路飞带上来了，也不会想到这个金球不仅帮助路飞打散了雷营，最后还把艾尼路自己给打懵逼了。艾尼路最后大脑完全一片空白，纯属是自己把自己给玩出局了。凯多也是会玩，超新星收藏家名不虚传。关键是凯多一棒雷鸣八卦秒了路飞后，凯多居然还想着把路飞驯服后能成为一个不错的战斗力。凯多惜才，但路飞从来只想驯服其他人和其他生物，而且凯多也不是把路飞打入18层地狱蜕层皮，只是让他去搬砖，饭还管饱，戒网瘾没除到根儿，所以凯多还是玩过火了。又一个大佬即将被自己的操作给玩崩。海贼王里那些奇奇怪怪的交通工具，罗宾的那只龟，当时罗宾在老沙手下做事的时候，初次登场，居然坐着一只很大而且还叼着烟，很气派很拽的龟。这只叫胖胖的龟，戴着一顶牛仔帽，而且还加装了垫子、毯子什么的，坐上去非常舒服的样子。罗宾的出行工具当时让草帽一伙很震撼，这只龟除了能当船还能拉车。后来罗宾还派胖胖龟去把巴洛克工作社成员接来雨地，简直是水陆两栖多功能出行工具。骆驼和搬家蟹，骆驼当交通工具虽然不奇怪，但这只骆驼只肯驮女人，不肯驮男人，即使被暴打一顿也宁死不屈。后来骆驼睫毛帮忙找来了好朋友搬家蟹，帮助草帽一伙前往阿拉巴斯坦首都。而且这只被叫做剪刀的搬家蟹，它还有一个隐藏技能，隐藏技只有女生才可以触发，发动后它的速度会更快。另外功夫海牛也能发挥拉船工的作用，因为搬家蟹是沙漠动物，也不擅长水性，所以很快就沉下去了。这时出现了一只吃人的大鲶鱼，危难关头路飞的徒弟们功夫海牛又出现了，暴打了大鲶鱼，并且组队将载着草帽一伙的大鲶鱼拉上岸，成功渡河。卡鲁亚和超级卡鲁亚军团作为微微的小跟班，卡鲁亚在一路护送微微的工作上立下汗鸭功劳，而且手下的其他快跑鸭也为草帽一伙发挥了骑兵的作用。海牛某某曾是阿龙手下的战斗员，2年后成为卡里布的拉船工。作为交通工具，虽然动力澎湃，但却很胆小，主要是被路飞山治给打出了心理阴影。再次遇到路飞他们，然后就扔下老大自己跑了。水之都的布鲁是水之都当地的特色出行工具，布鲁长得非常像马，当时娜美他们花了2000贝利租了2只，另外弗兰奇那里还饲养了2只体型很大的帝王布鲁，还有强者世界里变异雷鸟比利。因为路飞是橡胶体质，所以当时就出现了路飞骑在鸟上，娜美骑在路飞肩上的神奇乘坐方式。后面比利在路飞和金狮子打斗时也帮助了路飞。鹰眼的装了风帆的棺材，这种神奇的出行方式足够奇特，但要是没风的时候他又没桨怎么办？那只能是镜头没到他的时候，就在人后面拿黑刀叶疯狂划船，镜头到他的时候就立刻翘起2郎腿摆出霸气坐姿。还有一些人更加奇特，他们利用自己的能力搞出了各种出行工具和方式，比如种果实的藤虎，用自己的能力可以坐在一块浮起来的土地上，并且藤虎可以打出横向的那种力，那应该可以前后移动的，在半空移动应该不会堵车了吧？这跟金狮子有点像，金狮子也是将一大块土地飘起来作为自己的战舰。大妈的霍米兹除了普罗米修斯和曾经的宙斯是大妈的专属座驾之外，布林那条阿拉丁神灯款的飞毯也是大妈用能力赋予的。还有娜美用大妈的生命卡发号施令，让巴姆大王成为自己的交通工具，载着草帽一伙试图逃离大妈的追捕，但最后被普罗米修斯烧掉了。明哥的线果实，他的线可以勾住物体，非常灵活地控制自己在空中的位置，甚至明哥把牛顿的棺材板给捆牢固之后，可以用线勾住云，从而达到高空飞行的目的。轻质的自行车，他的自行车本身并不奇怪，但轻质用能力开发出了海上自行车的玩法。黄猿踩着炮弹空降香波地，看来大将们很是喜欢搞出这种花里胡哨的出行方式。
还有艾尼路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发电作为动力的方舟真言，巴基的巴基四驱车，亚尔丽塔的人体滑板，贝基的坚城果实把自己的双腿化作履带，加上他身体里本来就可以装人，他自己完全就是一个极其方便的出行工具。总之，海贼世界里除了一些人会飞之外，不会飞的也可以用各种千奇百怪的方法开发出奇特的交通工具。路飞穿戴过的经典装扮，路飞其中一套最经典的皮肤就是草帽、红色马甲、蓝色卷边裤子、拖鞋的装扮，也是早期的标准版。后来就出现了各种这样类型的版本，而且集中出现于2年前，比如司法岛期间、恐怖3维帆船期间和初到香波地期间。女儿岛期间，路飞还穿过蕾丝边的花花小马甲，被评价为非常合适。不过后来换上了浅蓝色的，这件一直穿到推进城，在推进城小伊万那里还换了件黄色的。然后这套衣服跟着路飞打了顶上战争，到了2年修炼期间，路飞换回了经典款衣服，所以路飞有好几件这种不同颜色的小马甲，但是2年后就再也没穿过，这个是有原因的，等下会说到。路飞在主线剧情中第一次换装是到了慈古岛，先是换了一件酒红色的棉衣，但因为娜美病得很重，路飞就把衣服给了娜美，在爬雪山的途中被吹落，后来娜美把自己的棉衣借给了路飞御寒去打瓦波尔，不过路飞把衣服穿到了近乎报废，据娜美说这件棉衣打折后是28800贝利，然后娜美如法炮制坑索隆那一招，要求赔3倍，再四舍五入勒索其10万贝利。另外路飞还穿过一些很有当地特色的衣服，在阿拉巴斯坦因为当地气候原因，微微体贴的给路飞提供了一套衣服，就是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付款的头巾长衫搭配。打败老沙后换上了一件白色长衫愉快玩耍。司法岛结束后，路飞换了一件白色背心，上面的 GC 字母是卡雷拉公司的缩写，船和桨的 logo 也是卡雷拉公司和水之都当地的文化象征。到了德雷斯罗萨，因为需要乔装打扮，路飞买了一件印着向日葵的短袖，因为德岛的向日葵花田是当地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在德岛竞技场，路飞还穿过一身笨重的西式铠甲，但是因为超重只能减配，当然这对路飞来说作用无所谓，觉得帅才是主要的。打败明哥后，路飞换了一件背后印着牛头的红色背心，一方面德岛大多文化取自西班牙，一方面就是路飞在纪念那头跟自己一起作战过的牛。到了万国，路飞先登陆了布林所在的巧克力镇，换上了不仅是当地而且还有一些民族底蕴的服饰，然后就是和之国的和服和武士套装，以及登陆鬼岛时的可爱多文化套装。2年后路飞换装频繁了，但有一套衣服最重要，就是2年归来时那一身。对路飞来说，身上有些大的披风就是女帝的那一件，但后来被路飞给丢在了香波地。身上的红色喇叭袖上衣100各方面的像是女款，没错，就是女帝那件红睡衣改的，还有腰上的黄飘带也是女帝的。这件喇叭袖的红上衣一直跟随路飞贯穿渔人岛篇庞卡哈萨德，因为冰火岛气候原因，路飞中途在外面套过2次棉衣。佐乌和之国一直到现在也是标准搭配，女帝的这件衣服可能会短暂被换，但从没有缺席过，替代了路飞最爱的5颜6色的小马甲，成了路飞卷边短裤的最稳定的搭配。当然还有一反常态的海军经典制服，但都属于动画原创，还有爆炸头假发外加拳击套装，这个也是让人印象挺深刻的。除此之外，路飞也有非常炫酷帅气的装扮，比如强者世界里的团队版西装暴徒黑手党，红衬衫打底，黑西服黑风衣，相当有范儿了。还有蛋糕岛约见贝基，再到和卡尔 PK 的时候，身上的黑衬衫打底红西服。剧场版 Z 里路飞穿黑色夹克释放霸王色的时候，后来全队换上了红色系战袍，多少有当上海贼王那味儿了。以及黄金城里的花衬衫白色礼服。但要说路飞最牛批的皮肤，就是那款纯粹指路皮肤的皮肤。那身印有船长字样的短袖得往边上靠，还得是那身淡黄的长裙，感觉娜美买的这身衣服穿在路飞或者山治身上一点都不违和。6大黄团2把手实力排名，第6名索隆。索隆进步神速，尤其是拿到研魔之后，在鬼岛挡了1秒大妈凯多恐怖的合体技，全身重伤的情况下爬起来再一次砍了大妈的普罗米修斯，并用出9刀流砍伤凯多。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并吃下特效药后，索隆又爬起来了，和山治一起将晋和奎因掀翻在地。索隆目前正在和晋交手，显得有些被动。第5名卡塔库利。卡二真的没有什么弱点，只能说登场过早，当时路飞还是被4皇一拳打飞的水平，高阶3色霸气都还没入门，后面稍微领悟了一点高级见闻色，却把卡二逼出9成的实力，加上越到后面实力就会越通胀，卡二排名吃亏就吃亏在这种落差上。客观来说，全场下来卡二一直是压制路飞的存在，后半段卡二打的不是那么游刃有余了，除了路飞在进步之外，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卡尔太实在了，自己给自己那一下也太狠了点儿。人格魅力是出来了，但伤了一颗腰子的卡尔，挨了路飞的几套重拳后，体力、心态各方面明显下降。直到最后，卡尔也是输在了路飞的意志上，要打下去真的还能打。海贼2把手里有霸王色的并不多，不算洛克斯海贼团那种 bug， 也就雷利、卡尔和索隆。霸王色缠绕这个设定稳定后，卡尔的实力又有了很大上升空间，之后能保3争2，但目前的话就先这样吧。卡尔见闻色更是登峰造极，加上能开动能变形的果实能力极为灵活，给卡尔安排一个没有光环的同等级对手，想让卡尔输很难。第4名晋现在正在略微压制索隆，但目前总体上来看，晋全场的表现除了肉确实有些平庸了。索隆、马尔科这种2把手对位大将四皇虽然打不过，但也有来有回。相比之下，即便晋是为了打辅助，可先是被一心多用的马尔科揍了一顿，被拖住，现在又跟索隆在这里拉扯，打平级的对手还打得略显被动。当然，这也并不代表晋真的就差马尔科那么多，因为马尔科是用自己的各种形态，包括部分兽化以及最强形态兽人形态打进了人形态。晋被揍了一顿不奇怪，毕竟晋的兽人形态和全部实力还没展示，但鬼岛大战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其实晋就算展示了真实实力，也不足以逆转战局，大概率会被索隆继续牵制，甚至最后成为索隆冲击10亿加赏金的经验包。严重怀疑尾田的小心思是一开始让索隆在双皇面前有足够多的亮眼表现，是为了让索隆之后顺理成章的单刷晋。毕竟在和之国，主角团的成长速度比之前快的不是一点半点。总之，晋当然不弱，但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第3名宇之溪流，在黑胡子海贼团里，实力上算是普遍认同，仅在黑胡子之下的定位。溪流牌面上没打过什么硬仗，最多是跟随黑胡子碾压白胡子残团，只有一句话，就是溪流的实力和麦哲伦齐名。那路飞2年前在大将面前有多一触即溃，在麦哲伦面前就有多不堪一击。但路飞找到与其周旋的办法后，麦哲伦的实力倒还没有那么夸张，但也有将皇段位边缘的实力。溪流对标麦哲伦的话也合理，毕竟是大后期要跟索隆对位的这么一个人选，这个实力成长空间应该是留在了溪流身上。第2名马尔科，3大将包括4皇大妈都轻易重创不了马尔科。鬼岛上一心多用的马尔科，在极其困难需要消耗大量体力的处境下，短暂压制晋和奎因，最后体力不支倒下了。结果当晋想攻击索隆他们时，马尔科又飞起来了，原地挡住了晋，好像在说哎呀我不行了，我倒了，哎我装的我又好了。其实这几个人的实力差距很微弱，如果满状态的马尔科和以上几个人分别单挑，马尔科的体术霸气短时间内倒并不至于重伤对方，但一套爆发短暂压制或缠住没什么问题。而马尔科最 bug 的地方不在这儿，而是恢复能力。第1名贝克曼，有双皇团之称的红发海贼团的2把手，在设定上贝克曼是真正意义上的皇父，实力一直跟红发挂钩，比如生命卡里红发是太阳，那贝克曼就是月亮。还有贝克曼智商非常高，实力比肩红发什么的。还有开会王所说的差不多就等于官宣，红发团是悬赏最平衡实力最均衡的铜墙铁壁海贼团。获得了双果实的黑胡子极度膨胀，在红发面前却也只能从长计议，明显气虚一截，可见红发团整体实力并非水货。那红发独臂挡白胡子挡赤犬是正儿八经的4皇实力，由此可见2把手贝克曼应该是目前的第1皇父。